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5月19号的周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相匹配，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纳指终于还是站稳了我们找好的撑压互换线，那爬山爬到半山腰，正常情况应该是歇口气再上。那这波纳斯达克的狂欢本质上是关税红利加上 AI 信仰的共振，但是穆迪降级和通胀预期就像两把悬剑，有3句话说得好，恐慌中见底，分歧中上涨，一致中见顶。你认为现在是在哪个阶段？评论区告诉我。那从技术上看呢，短期19300点是多空生死线，突破则有可能冲击前高20200，跌破了就有可能回踩18500点。所以在这里，希望可以倒车接人的朋友，多头思维就是要等回调后的一个上车点。本期我们还是会继续聊一聊特斯拉、英伟达、苹果公司，还有 PLTR 和 MSTR。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我们来看一下，就上一周呢，特斯拉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5天的一个阳线呢上攻。现在呢收盘价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是接近350块这个位置，但是呢它始终没有到达我们之前画的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要去看一下，目前为止的特斯拉它属于一个在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那目前现在看到呢，其实它离这个白色均线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连续6天的一个拉升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涨幅呢不是很小。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要知道特斯拉其实呢它早有迹象在这个360这个位置。首先我们看一下上一轮特斯拉拉升的时候它在这个过程呢是形成了一个上升的一个中继形态，就是上升三角形。那么它的一个区间位置呢也是在340到360之间。那我们看到特斯拉在一轮调整之后呢，它也是在340到360这个区间呢出现了一个反复的一个这个反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呢股价又来到了360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这个区间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资金筹码的一些交换。所以说目前为止呢，特斯拉涨到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它出现调整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会被大家原谅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说特斯拉出现调整的话，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它的一个 MACD 呢现在还是在0轴的一个上方，而且是绿色的柱子，所以说它调整的幅度呢就不会太深。另外呢我们去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我们的特色指标呢就是出现了一丢丢的一个这个散财童子的迹象，但这也是短期的一个超买的一个迹象，但不代表说它在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回撤或者下跌也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讲就是特斯拉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股价拉升，那么它拉升到一个这个角度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高位震荡所以说呢 Lucy 认为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股价的一个盘整，类似于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这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呢它如果出现一个几天的休整呢，这个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们再用黄金分割来测一下，我们上周的视频呢有提到过特斯拉呢如果说通过黄金分割来去划线呢，我们取点的位置呢最低点是222这个位置，那高点呢会选择在488块5毛4这个高点。那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特斯拉呢它的一个股价是在一个50%329到61.8%，也就是362这个区间呢是在震荡。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上一轮它左侧的震荡，还有它的一个这个下跌中继，那么也可以看到现在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形态。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看到特斯拉如果说它没有首先选择360这个位置的话，那可以去在一个327这个位置去选择一个低吸，那么这个就是它高位震荡的一个这个区间的一个操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看到特斯拉它有一个这个出现见顶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是对这个整体的一个分析。另外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筹码，那么它的筹码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集中在224到277这个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行因为上周拉升的非常急速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连续5天的一个拉升，从这个290一直拉升到350这个区间，所以说肯定会有短期的一个获利盘。而且我们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跟风的资金呢不是很多。所以说比起
机构筹码的一个位置的话，那现在特斯拉呢顶多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中继，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处理呢，我认为啊短期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先去考虑落袋。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它能回到327这个位置的话，是可以小幅的去参与一下做它的一个这个波段。那么这个是对特斯拉的分析。当然在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想做 option 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呢去做这个 sell call 呢是不太合适的如果说真的是去这个拉升特斯拉股价真的是突破了361这个位置的话，你是来不及去这个平仓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如果说它出现回调的话，你去做一个 sell put会更好一些去做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会更好一些。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总结。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英伟达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除开这个周五的话，其实英伟达收了一根小小的一个 K 线这里呢应该算是一个假阴真阳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呢有这个意图去回踩这个白色的短期的一个均线。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在收盘价呢已经是突破了我们之前所画的这个压力位。当然在压力位呢，我们确认的话是要2到3天的一个确认，所以在这个过程呢，上个星期五的话还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压力的确认。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它能出现一个分歧出现这个假阴真阳线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反弹的高度有一些这个超乎寻常所以我们看到，你看上周它整个的一个周 K 线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周 K 线，那它其实是一个跳空的一个大阳线，而且是连续4周的一个拉升。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这个多空分歧的一个位置呢，其实也不足为奇。那么在这个地方Lucy 大胆的认为它还没有到这个高点。为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从这个 MACD 来看，正常情况如果出现高点的话，它一定会出现 MACD 的一个顶背离。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呢它的一个涨幅非常迅猛，但是 MACD 的绿色的柱子也会随之而这个变长，所以现在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拉升。如果说它出现顶背离的话，那还需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它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它只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多空分歧的位置呢，它有可能要出现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这个筹码做一下这个多空的一个交换。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英伟达它出现很大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呢，也有可能出现回调，因为它之前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大阴线去调整。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虽然是假阴线，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说后续呢，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这个大幅的回调。那么它回调的位置呢，暂且我们先去以这个170日均线来去做参考。这个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当然目前为止我们看市场上的消息呢，其实英伟达还有意向对中国的一个供货而且呢它的这个芯片的一个这个系列呢会有一些这个变更，所以呢接下来的走势的话，我们会结合消息面去做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个位置呢，英伟达我认为短期如果说多短线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先去落袋一部分，等它回调到某一个支撑位的话，我们再去参与，可以做一下这个短期的一个差价。那么这个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周线，当周线为止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战法出现。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呢，其实连续4周的一个阳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续上升，而且呢第4根会出现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均线呢现在是有一个这个粘合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过程如果现在还没有出现，那如果说在接下来的2周会出现一个这个金叉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均线呢会出现一个第一金。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可以看见 MACD 现在出现了一个金叉，而且是出现了一个绿色的柱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就很直观了第二金。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英伟达的 OBV 周线已经出现了这个 OBV 的金叉，也就是第3金。所以大家是不是有想到 Lucy 之前有给粉丝朋友们分享的一个战法，就是3金共振战法。所以说在周线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我不免认为英伟达它现在还没有到高点，这个是从周线的走势来去分析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苹果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苹果公司在上一周它就不如其他的一个这个巨头走势迅猛，这个还是那个词稳如老狗。它在整个一个周里面，从周一一直到周五全是横盘震荡在这一条这个211块1毛8这个位置的一个平台上，没有选择向上，也没有选择向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目前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这个撑压互换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压力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其实苹果公司每次一到这个位置呢就会出现回调。那么现阶段在英伟达和特斯拉大幅拉升的情况下，苹果公司居然它横盘在这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不免Lucy 一直认为它可能会因为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这个突破会选择向上。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思考。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啊，其实呢，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它日线的 MACD 呢是在这个0轴的一个上方，而且呢，通过5天的一个震荡啊，它现在呢快线和慢线啊几乎是穿过了0轴，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说这个市场你不注意的话，会认为苹果公司会走势会比较弱势。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弱势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一的一个跳空缺口，5天没有回补，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诡异的事情。所以 Lucy 在这个位置平铺了 call option option 其实呢还没有动而且我也没有平仓，我就在等它的一个机会。平铺的意思就是我的5月23号到期的30号到期的，还有6月6号到期的都有这个合约，所以一直在等苹果公司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这个细小的一个变化，我们没有注意到。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特色指标，特色指标目前为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是有一点点过掉了这个白色的这个虚线的一个位置，但是只有一点点，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升三角形没有回补缺口 ，MACD 在0轴上方，我们的特色指标现在来到了加速区。所以苹果公司本周的话，我想会在某一天给到 Lucy 一个答案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等它的结果。那至于说这个苹果公司它的逐日的跟踪，那么如果有想了解Lucy 接下来的操作的朋友们，那么粉丝专享福利来了首先你是 Lucy 的订阅粉丝，咱们的首订阅粉丝的朋友们呢，本周会给大家一个这个内部会员的美股洞察的体验时间，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每天这个周二周三周四下午5点钟内部讲解这个个股的一些这个走势的预判。那么如果是你新订阅的话，可以去参加3次一周有3次的一个机会。那么另外呢，这个课程里面主要是会结合当下的行情，通过更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给到更详细的技术分析方法。那么像跟踪个股走势本周的话有可能会跟踪到苹果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有想进一步学习和了解的朋友，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找到 Lucy 的助理，那么发送口令口令是什么呢？礼物2个字，你就可以领取这个听课的一个链接。另外呢，刚刚我们讲到英伟达它有一个3金共振战法，这个战法呢其实是给到了主图均线的一些这个参数设置，包括还有这个辅图的一个MACD 还有 OBV 的一个参数设置。经过这3个参数的一个共振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发现上涨的一个机会。刚刚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周线呢就是用到了这个方法，那么此前呢 PLTR 的一个这个拉升呢也是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说可以这个一并的去跟助理领取。另外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呢还准备了内部的直播教学课程，所以说有想进一步在这个当下的一个市场想要捕捉到龙头股的一个这个机会的话，那你接下来的课程呢就一定要学习。那么这个课程呢是分为2周从5月20号到23号呢，这一周是这个破译龙头的一个变盘密码一系列的课程。那么5月27号到5月30号这个月底的课程呢，就是龙头量化低点的一个交易一系列的课程。所以说有想学习技术分析的课程，你就不要错过了，说不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的方法，并且抓住当下的一些这个上涨的龙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LTR 的一个走势。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一周我们有分析过这一根大阴线它的一个进退。那首先它遇到了一个压力呢，就出现了一个回调，回调的话回踩了这一根阴线的一个下影线的位置，也就是108块5毛6出现了一个这个反弹，而且呢出现了它的一个这个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一根阳线创了新高之后呢，它在后续的3天并没有回踩这个123块7毛5这个位置呢出现了它回踩了5日均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认为这一条这个支撑线呢它是有效的。所以接下来呢 PLTR 的话，它有可能还会继续沿着这一根白色的一个这个均线在上行。那么这个是 PLTR 在行情比较配合的情况下出现的。那如果说纳指出现了一个回调的话，那我们相信PLTR 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会有短期的获利盘出现的。那么短期获利盘的话，它如果不能资金不能跟随着这个整体的一个纳指的一个上涨的话，那它就会出现一个回落。那么它短期回落如果跌破了这一根支撑线的话，那这根支撑线的话是123块7毛6，所以说如果跌破的话，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减仓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是 PLTR 的一个进退的一个分析。那当下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呢，其实从 MACD 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绿色的柱子呢，并没有放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如果说接下来股价回调的话，会出现一个死叉。如果说出现死叉的话，那这个位置呢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日线的顶背离了。
那么出现顶背离的话呢，那我想啊，短期的一个这个回调是难免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就盯紧了它的 MACD 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刚刚结合 Lucy 说的啊，这个支撑位啊，它能否变成压力位的一个转化的一个位置，就是123块7毛6这个位置。所以说呢，短期其实我们从指标上来看的话啊，它开始运化了这个散财童子，但是呢，它并没有出现啊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多空博弈啊非常这个激烈的一个过程。那么就当下整体环境啊，市场上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因素呢，我想这个 PLTR 它目前为止没有那么快的一个这个结束啊，有可能会沿着5日均线继续上行啊，这个是对 PLTR 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STR 啊 ，MSTR 呢近期我们跟踪的比较多啊，也比较频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它就是回踩了我们之前说的一个支撑位，而且呢在收盘的时候啊，它是399.8块啊，并没有跌破它这个位置。我说啊，在做空的一个这个关键位置的话，非常接近的就是397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呢比特币我们看到了，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其实出现了啊这个阴线啊去包住了阳线的一个下跌，所以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MACD 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死叉，并且出现了红柱的一个放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散财童子的位置呢就出现了资金的流出的一个红柱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啊这个回踩呢只是一步之遥。它如果今天出现一个低开之后的一个向下啊，这个就是 MSTR 我们近期啊出现如果说可以做空的一个点，这个是对 MSTR 这个日 K 线的一个走势的分析。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那股价啊就没有沿着这个我们之前参考的这个大阴线啊，去这个出现啊上行的一个453的一个这个试探啊，并没有出现这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呢，它的一个回踩，那我们就可以啊以这个黄色的均线为参考。那如果说股价今天踩到黄色的均线，然后呢白色的啊出现一个这个下调，然后呢黄色的均线还能啊继续上行的话，出现一个死叉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短暂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它关键点如果啊出现这样的 K 线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呢去关注的啊一个位置呢就是此前我画过的341块8毛1啊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想去做空的朋友们啊 ，MSTR 如果你从这个位置呢减仓落袋出来的话，也可以啊去选择一下这个可以替代的一个品种，就是可以都是与这个比特币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可以去做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切换。那么这个是对 MSTR 的一个分析。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啊这个 QQ 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呢七巨头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有一些分化，但是 QQ 呢它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是在一个这个平台上继续上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QQ 它其实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回踩短期均线之后的一个上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阴线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它的一个上行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它上行的空间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前期高点。那么前期高点的话，这个位置比较清晰的显示540块这个约等于540块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它现在呢是这个现价是521，也就是只有20块钱的一个差价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QQ 它的一个拉升会否去突破之前的一个前高。那么这个是 QQ 的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想参与这个 TQQQ 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上行的一个空间，但是 SQQQ 呢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买点，所以这个地方SQQQ 还不能贸然的去参与。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出现回踩的话，也不是 SQQQ 的一个买点，我们要等到它的一个确认呢。其实正常情况从多头思维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回踩的过程中去低吸，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去做空它。这个是一个目前现阶段高位震荡的一个这个做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更认为，如果说出现低点的话可以在某一个相对来说低位去参与 TQQQ， 而不是 SQQ 这个是对纳指的分析。好，我们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